星儿，来人！救命！来人！刘姐，刘姐，诸葛亮要袭我，你快替我杀了他！诸葛月应当不是这种卑劣之人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恨他。我要他死！大姐，我哥，我所有的家人都死在了青山院，凭什么他诸葛月可以活得好好的？凭什么？小八，诸葛月已经离开青山院了。可他掌管的青山院害死了我所有的家人，一句已经离开，就可以将所有的血债一笔勾销吧？小八，你听我解释，林夕哥哥的死是个误会，诸葛月也没有办法。金小六，林夕哥哥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？你真的把我当家人，就应该杀了诸葛月，替死去的林夕报仇啊！你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你不是金小六，你是楚乔，是西蒙王后，你不是我真正的姐姐，我的亲生姐姐已经死在青山院了，我所有的家人都死在青山院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想通过你接近诸葛月，为死去的家人报仇。既然失败了，那就无所谓了。你们杀了我吧，这样我们金家就能皇权团聚了。小八，你若不愿认我这个姐姐，我也不会强求你。这匹马，你带上。马上有个包袱，包袱里面有些干粮和银两。若是以后遇到困难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这道伤疤是在打临安城时留下的，已经结痂了，不用再上药了。这道伤疤也是，早就愈合了。那青山院这道伤口，是否也该愈合了？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
什么跟踪我？你后悔放我走了，现在要杀了我，对不对？你手里的匕首是青山院专用的釉铁所制，见血封喉。我不知道这是青山院的匕首。你能告诉我是谁给你的吗？之前我四处流落，差点饿死。是一个蒙面侠客救了我，他告诉我他也是奴隶，也被青山院害死了家人，所以帮我找你报仇。祖父，月儿，我知道你会发现跟到这里。没错，安排金小八刺杀你的人是我。是你？你们利用我，我杀了你！想要保住这丫头的性命，就随我回青山院。他要杀我，你却用他的性命威胁我，岂不可笑？她是楚乔的妹妹，如果是因为你没保住性命，那楚乔会原谅你吗？我早就认出了这把匕首，在我跟来之前，却还抱有希望，希望这个人不是你，没想到还是我天真了。我用这个丫头，就是为了提醒你。你是青山院的长士，永远洗不掉手上沾着的血。不只是这个金小八，我还有更多的办法去揭开那些过去，让那个楚乔看看清楚，你都做过些什么，青山院过去都做过些什么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逼我？月儿，诸葛家子嗣三房，唯独你是由我精心培养长大的。你是青山院和诸葛家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希望。我不会让你离开青山院。祖父，难道我只是你的一个作品而已吗？你应该清楚，一日为青山院的人，永远都离不开青山院。不只是你，还有我，还有青山院的每一个蝶族都是如此。我可以给你5日时间，5日之后，我会带着金小八在茶楼等你。如果我不去呢？如果你一意孤行，不仅是这个金小八会没命，你应该知道规矩，青山院一定会新立长士。若这个长士不是你，你曾经那些心腹越尉都会被处死，他们的家人也都得死。他们可都是曾经为你卖过命的人。你真的就这么忍心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死在别人的手里？蚕豆，尝尝啊！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老板，哎，来壶茶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公子，这是我们从便堂带来的消息。老板这生意不错。嗨，主要是新政真是好啊！以前动不动就是抓呀杀呀的，弄得人心惶惶。我们这儿的生意都不好做。这几个月肯定挣得盆满钵满吧？嗨，托福托福。这不仅有来西蒙做生意的商队，大庸和燕北的百姓也跟着一块儿迁过来不少呢。以后你这生意啊，肯定会越来越红火。哎，托您的福啊！啊，哎，慢用啊！嗯，来，客官，您的茶点啊。客官，你们是从燕北来的吧？是啊，我们是燕北来的商客，想进些草药。老板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您别看我这摊位小，自从我们西蒙王颁布了通商的法令之后啊，那南来北往的商队我可没少见过。从您的打扮和口音呐，我就能猜出个大概。
客官，你的东西掉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客官，您这小巷上的女子长得可真好看，有点像我们王后。这小巷上的女子是我的心爱之人。哦，客官真是好福气啊！慢用，慢用啊！当心点。多谢程将军。夫君，我拿了些果子，你尝尝。夫人细心了。这都是一些新鲜的奶杏和香酥果，我特意挑的，很甜。多谢夫人。这跟小巷上那个也不像啊。这是青山院在西蒙4个据点的头目杰作，都在这里了。我知道，你想用他们来换你和京小八的自由，但是你高估了他们的价值。青山院最不缺的就是叠作，死这么几个，不足为惜。当然不只是他们。据我所知，青山院在汴唐和燕北都安插有眼线。我虽然离开青山院已久，但凭我曾经掌管青山院的本事，不出10日，我就能将这些暗哨全部拔除。到时候，你多年经营青山院的心血将会付之东流。家属，月儿，其实我在来西蒙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，结果大抵如此。你自小是我带大的，我最了解你。你一旦做了决定，轻易不会改变。可是祖父就是不认输，还想再试一试。看看能不能留住你。无法强迫你做任何事情，也无法替你做任何决定。如果青山院注定要终结在我诸葛穆青手中的话，那也是宿命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遂了穆何家所愿吧。祖父最后有一句话要提醒你：青山院能够找到你，大用的任何人都可以。有多少人盯着咱们诸葛家，就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。这也包括圣上，也包括未来想登上大用皇位的人。你若要离开青山院，按自己的心意活下去，就只有靠你自己了。月儿，祖父
你是风烛残年之人了，能为你做的就这些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诸葛月，你别以为你救了我，你做过的事就可以一笔勾销。总有一天，我还是会杀了你报仇。驾！这个小八还真是不识好歹，亏我还给他一匹上好的马呢。恭贺西蒙和西蒙王后新政。这好像是某种祭祀。让大庸与燕北再战，让他杀了赵彻。凡是感染一病的，都通体腐烂。你怎么了？还有13皇子的昼夜之患，我如今已经是13皇子的人，自然要跟他划清界限。去，把佳梦留下的香给我点上。是。李烨，你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很快就是镇国公主了，我会比往日任何一个时刻都要更加尊贵。你不能给我们孩子的，我会加倍补偿给他。是无面神同意了你的愿望。真的？是。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佳梦已经开始在西蒙动作了。西蒙的土地和乌金矿都会属于你，到时候即便赵彻不死，父皇都不会再多看他一眼，你就会成为他心目中不二的皇位继承人。等我拿下西蒙以后，我就向父皇请奏，让他杀了赵彻。他不就是会打仗吗？到时候父皇再也不需要他了，大庸再也不需要他了。陈姐姐，
就要你做镇国公主，我要让所有人都匍匐在你脚下，仰望你的美，膜拜你，臣服你，好吗？这些大概是还留在青山院弟兄的名单。公子离开后，青山院处置过一批越位，有的兄弟为了活命想逃走，但是都被祖父和战大人处置掉了，对吧？一日是青山院的人，一生都是青山院的人，这是青山院的规矩。你们在那里做什么？你藏了什么？没什么。岳勇、岳增，这名单是什么？啊，这是公子给孩子取的名字。11。什么孩子？这是公子让我去查阅搜寻的一些名字，说是以后给你们的孩子做备选。岳11，胡说什么？公子，你别害羞，要是不跟楚大人说，就解释不清楚了。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这名单上面，可大部分都是男子的姓名。有女子名，你看，公子选中的女子名就是这个月桂。对，公子最满意的就是月桂这个名字。希望你们长长久久，早生贵子。11。我们出去走走。就是这棵树。月桂是这棵树的名字，不是孩子名。这种树在大庸和便塘都见不到，只有西蒙和更西边的大陆才能生长。别看它现在纤细，几年后，它就能将这院子全部遮住。夏日里可以纳凉，秋日里它会开花，月桂飘香。那等日后西蒙安定下来，我们有了闲余，便可以在这棵树下饮茶、看花、吃脑窝。你方才说月桂是这棵树的名字，那岳勇、岳增又是什么？不会真的是孩子名吧？你怎么了？我从未想过会与你有这样一日。今天我破天荒的做了一盘点心，来，大家都快尝尝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那个，楚大人，您第一次做糕点，难吃点儿，很正常啊。我这不是第一次做了，之前在青山院做给诸葛亮的时候，也这样啊。你问他，好吃吧？好吃。
谷子的问题。不对，这谷子又酸又苦，怎么回事？最近听厨房说，西蒙的酸果树都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疫病，所以宫里就没再收酸果了。这是最后一批，这么看来，这一批也不能要了。疫病？怎么了？前面的路堵住了，这些百姓都在往城中心聚集，说是讨什么圣水。看样子，咱们的马车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了。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和萧然去城外的果林，我去那边看看出了什么事。你们看这些沙枣树，凡是感染疫病的，都通体腐烂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还有这泥土的颜色，有点不太对劲。西蒙都为红土，可是你们看这土，有些发绿。前面应该是这片果林的水源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你们觉不觉得这些鸟兽死得很诡异？这河水明显被污染了，这好像是某种气死。马上来车水。老伯，大叔，请问你们这是去领什么呀？当然是圣水了。圣水啊？什么是圣水？圣水是治病的灵药，只要我们虔诚信奉圣女，她就会给我们圣水。听说啊，还能治好沙果树的病呢。别说了，快走吧，晚了都没圣水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楚大人，我去前面看看。别急，别急，快点啊！看不见的。求求你，我也要，给我。谢谢，谢谢。楚大人在找人。没什么，怎么样？好像是城外的沙果树得了怪病，这些圣水可以用来治病。我听那些百姓说，这个圣女是什么无面神选中的人，这个圣水也是无面神恩赐的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一种名为枯棘草的万能解药，能解很多常见的毒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果树林旁的水源被污染，这个药就是用来解水源里的毒的。所以那河水里被下了毒。应该是，但大抵不是什么要命的毒，百姓也喝那河里的水都没有事，只有一些牲畜和果树才会中招。那无面神到底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无面神，哼！想当年，我王十二南境、西境，我都去开过墓，可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没有脸的神呢？诸葛公子，出什么事了？燕北的人送来了拜帖，说燕王要来朝贺西蒙，现在人已经到了西蒙城外，明日就会进城来拜谒。
恭贺西蒙王和西蒙王后新政，来的有些唐突，还请你们不要见怪。哼，燕王远道而来，朝贺我与王后，自然没有见怪之理。只是燕王下次应该提前派人送来拜帖，我好和王后有所招待。不必了，我给西蒙王后带了些礼物。阿楚，这是燕北灰灰山山顶最高处的墨玉，由灰灰山底下的温泉几百年冲刷流动形成，可做应洗之用。我把它带来，是祝贺你，实现了你一直以来视奴止戈的心中所愿。这是燕北上好的白狐狸皮。燕北雪域部落驻守北戍，天气极寒，历来会用动物的皮毛做成皮袄取暖，但只有部落的首领才能用得上这白狐狸皮。西蒙寒冬漫长，可达5、6个月，这些皮毛够你用过几个冬天了。这是燕北的沙金甲，看起来柔软，但可刀枪不入，非常适合阿楚你上战场用。这是燕北的血灵芝，可治百病，延年益寿。阿楚，还有一样礼物，我送到了西蒙的马场。阿楚，我答应过你，要带你去看灰灰山的火雷马。这次我挑了50匹，都是燕北上好的。燕雪，你跟我来，我有事要跟你聊。燕雪，燕北还好吗？自然一切都好。龙吟关一战，燕北损失惨重，元气大伤。那里本就苦寒，这2年来，百姓疲于兵役，只怕再也承受不起任何的横征暴敛。你的国库情况不会有多好，再加上燕北惨败，损失的不仅是你燕巡的黑鹰军，还有从各个部落征剿上来的燕北军。现如今，燕北的各部落长老也会对你怨声载道，你稍有不慎，他们便会生出异心，是不是？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此行是想和西蒙结好。无论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你应该都比我更清楚，燕北现在内忧外患，与西蒙结好是唯一且最好的出路。我曾经也把燕北当作自己的故乡，把你和燕北的百姓当作是自己的亲人。你若是还存在几分理智，就应该按照你说的话去做，其他的我们不要再谈。爆了！他们竟然爆了，这也太过分了！这不是欺负我们公子吗？燕巡，对不起，是我失态了。西蒙王，我与王后一时叙旧，多说了几句话，还望西蒙王莫要见怪。星儿，今日宫里修青石板路，不好走，我抱你回去。又爆了，公子赢了。
吃醋了。我怕我的王后天经地义。你猜猜，燕洵为什么来西蒙？燕北和便塘一战损失惨重，原本燕北的统一就是靠燕洵强力维持的，如此一番折腾，只怕内政堪忧。再加上大庸这个外患，所以我想，他此番应该是想通过跟西蒙结好，缓解燕北的压力。这些我们想的一样，只是什么？燕洵的真实目的，应该没那么简单。两位客官，哎呦，哎，两位军爷，老样子，得嘞。哎，看了我的书了吗？怎么说，哥？又发现一处新矿坑，这黑河山以北，整个山脉都要封了，这可了不得！这下又少不了让咱们再忙活一阵子了。菜来喽！两位军，来一碗。二位军爷，我和我的商队初来这里，本想着从黑河山穿过去，去往南境做茶叶生意，结果发现路被封了。恰巧听闻军爷说起此事，便来问问清楚。这钱是给二位军爷买酒水喝的，还请军爷指一条明路。姑娘，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呢。这黑河山眼下正在开山采矿，大路肯定是走不通了。哎呀，这可难了。这黑河山不能走，我们绕路至少要100里。这货物延误运不过去，可是要砸手里的。哎，姑娘，说到这儿，你可别着急，这大道不通呢，这不还有小道能走吗？今儿啊，姑娘，幸好你遇到的是我们2位军爷，一般人呐，他要想打听这进山的门道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哦，这山上啊，原本就有几条猎户打猎的小路，大队人马肯定是走不通。不过容下你们一队商队的话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那太好了，那你帮我看看，这是要从哪一条路走啊？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了。哦，不过这条路呢？多谢2位军爷给小女子解忧。哎，姑娘，别着急走啊。对呀，还不知道姑娘年方几何？好汉饶命！我不知道他已经被华有主了，误会一场。我，等等我。王上，乌金矿的位置虽毗邻燕北，但距燕北不到200里的距离里，隔着一道西岷山脉和黑水河谷，地势险峻。除非以小股人马绕到西蒙境内，才有可能不动声色地抢占下矿口。绕到西蒙境内，我今日从去西岷山开矿的西蒙军口里打探出来，这矿洞附近虽然是漫无边际的野山林，但附近的猎户总要上山打猎，摸出了几条进山出山的野径。只要我们的人马分成小队，依次从西蒙境内潜入这几条小路里，就能进入黑河山腹地。黑河山腹地，不仅燕北军难进入，西蒙兵也难进入。只要我们动作够快，就能趁他们措手不及之时，抢到乌金矿。传姑命令，要阿金带着2000黑鹰军，绕道进入西蒙境内。这么快？凭姑对阿楚的了解，他一定不会相信姑此次的来意。我们拖得越久，他和诸葛亮
就越会有所防备。是。阿楚，你不要怪我。你亲口说过，燕北也曾是你的故乡，燕北的百姓也是你的百姓。阿楚，这些马可是燕北的宝贝。别看他们其貌不扬，但性子刚烈，不知西蒙的御马师能不能驯服。如果王后需要，姑可以再差遣几个燕北的马夫一起送给王后。西蒙的御马师都是猎户出身，连山中的猛兽都不在话下，更何况几匹娇小玲珑、性子刚烈的燕北野马。那可未必。这匹娇小玲珑的火雷白马性子刚烈，即使在燕北也没人能驯服。王后可要当心，别让它伤了你才是。我倒要试试，是什么难以驾驭的野马。你骗我！这匹白马是我专门为你挑的，性格温顺，最是亲人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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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楚大人跟燕巡去了马场，已经去了大半日了。就算骑马也能绕着西蒙城走3圈了，你还不赶紧去？西蒙和燕北结好，是国事。幸儿是王后，自然要这么做。佩服，淡定。这是西蒙唯一春暖花开的地方。阿楚，我一直做梦，梦到7年前我父王还活着的时候，一切都没有发生。我跟你从真皇城回到燕北，一起在回回山上骑火雷马，泡温泉。我还带你见我的母后，我跟她说，阿楚就是我给你娶回来的世子妃，就像我在青山院跟你许诺的那样。燕北和西蒙结好一事，李官已在拟写国书，不日便可落定。你们很快就能回到燕北。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吗？燕巡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你是我的过去，更是我的未来。我想谢谢你，谢谢你在地狱里陪了我这么多年，谢谢你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没有遗弃我，谢谢你一直站在我的身边。若不是你，我也许什么都不是，早已死在7年前的血液里了。这些话，我以后不会再说了。我会用一生来弥补。有些话我们不必说，应该互相了解。阿楚，你是我燕巡的，只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会护着你，带你离开。我7年前牵起你的手，就再也没打算放开。阿楚，相信我吧。阿楚，燕巡，此刻燕北的大地满目疮痍，燕北的百姓食不果腹，他们比我更需要你。
你不应该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听闻西蒙新政，深得人心，不枉我不远千里，亲自跑一趟。阿楚，你信我，我一定做个好君王。也许我信你。我出去办点事。看吧，还是忍不住，输我1串钱。玉，你怎么来了？写好的国书，明日便会送到燕王住处，燕王可早定归期。撤！公子，公子，按您的吩咐，我去调查了无面神会。这个组织是最近才出现在西蒙的，据说首领是一名圣女，但没人见过她的真面目。除西蒙外，别的地方还有信徒吗？每个国家都有一些。那大庸呢？大庸最多，也最早。西蒙已经实行新政4个月，大庸应该已经掌握这些信息了吧？公子的意思是，此事同大庸有关？十一，派人去便堂，交给何萧。是。不如就在这里尝尝这味道吧。怎么，怕我下毒毒死你不成？这汤里没毒，但是有大寒之物芒硝和半夏，会让我的寒症复发。是你多心了。这不过是对红山剂的寻常草药，山机大薄，得用大寒之物中和才是。不仅如此，你假意来和西蒙结盟，却私下派人在黑河山谷一带搜集乌金矿的消息。自然什么都不是，不然我燕家16口人命，当年也不会死在九幽台上了。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朋友，有一件事，我要你亲口回答。当年我全家受难，是否因你而起？陛下，这些都是燕世成给各地藩王密谋叛乱的信。是，
臣以为，果不其然，燕世成在燕北拥兵自重，寡人早就怀疑他有谋逆之心。臣以为这些密信大有问题。爱卿这是何意？臣私下调查了这几位藩王，皆与燕世成素无往来，其中镇南侯和淮安王反而与穆和大人颇有渊源，而淮西王的属地与燕北相隔甚远。从取兵路径上来看，燕世成若真有反心，也不会舍近求远。燕北是大庸的军事屏障，朝中几大门阀家族都对这片封地虎视眈眈，此事还需谨慎。行了，证据已经在这里了，寡人自有决断，你不必操心。不是燕北要反，是陛下希望燕北反。燕北10万黑鹰军，其中5万精骑，即使燕世成今日不反，也未必不能保证他明日没有谋反之心。陛下，燕北是大庸的屏障，燕世成这么多年一直为大庸北戍，臣担心，若以这些伪证之罪燕北，届时燕北离心，背水一战，北京将会大乱。所以寡人会宣他进京觐见，将他召到真皇城来。这些密信你且按下不表，等他到了京城再动手。诸葛亮，你知道这么多年来，朝中有多少人想拔除青山院，想取代你祖父诸葛穆青，但他们为什么都没能办到吗？那是因为诸葛穆青知道我大庸的全部秘密，但他又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应该好好向你祖父学学。寡人知道你与燕洵交好，寡人就给你一个人情，来，留燕洵一条性命。至于他到底能不能活，就看你能不能替寡人办好这件事。青山院奉旨行事，无可厚非。当初你就应该让我和我的家人一起死在九幽台上，不必留我一命。燕家16口人因你而死，现在就剩我一个，动手吧。当年我救你，是为兄弟之情，但从今以后，你我殊途，昔日恩义，尽付东流。皇上，我们刚刚收到消息，阿京带着2000名黑鹰军顺利进入西蒙境内，已经抵达黑河山谷以东的沙坳了。收拾东西，即刻出发，前往黑河山谷，与他们会合。是。是。
怎么样？那女子很警惕，在南市德州转转去了许多地方，但什么都没做，似乎就是怕有人跟踪她，才故意打乱行踪的。那现在这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出来。明路，前后门各派2人，其余的人给我堵住这条街。终于来了。你是谁？我们不是见过吗？我即是你，你即是我，我就是楚乔。你不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就是你。一个被无面神选中之人，一个在西蒙拥有至高王权、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西蒙王后。我就是你心中所想。你不是不认识我，是不认识你自己。你难道真的以为你是在恃奴止歌？你杀了西蒙王，推翻了西蒙王的统治，自己成了新的统治者。你难道以为你真的在解救他们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根本不是西蒙人，你有什么权利替他们做决定？你以为是他们需要你？你错了，是你需要他们。你早已不再是那个卑微如蝼蚁的小女奴了，你享受着万人之上，被人感激爱戴。这感受就是权力，你热爱权力。不是这样的。你不要怕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我会帮你紧紧的抓住他。怎么还没有动静？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楚大人，这个味道有点不对劲。我们上当了。
你别过来！妖女，你别过来！都是你害的！妖女！你害我的家人！就是他！是我父母！就是他蛊惑了皇上！妖女！打死他！妖女！都是你害的！都是你害的！你们3个先去救助受伤的百姓，重伤者立刻送去医馆诊治，其余的着伤情处理，可自行领取药材离开。是。我的腿，我的腿！明路。哦，好，马上。不是老乡，你都不给他上点麻药吗？已经晕过去了，就不用麻烦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和那个妖女是一伙的，不用你救我。你伤得不轻，如果不上药，到时候整条胳膊都保不住。你少来装好人！我亲眼看到那妖女在城中点燃的爆炸，不光我，还有所有在场的人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我们都看见了。你还想骗我们？对，你还想骗我们？对，放开妖女是王后。爆炸之前，我们都看到她就站在那儿。什么王后？对，她就是妖女。是他把王上给蒙蔽的，就是他。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把王上蒙蔽了，就是他。她是妖女。我看到了，妖女，妖女啊！都是他，就是他蒙蔽我们的，都是他。我们都看到了。你去那边帮我那桶配的麻药拎来，1整桶都要。啊？你要干什么？让他们安静点，好治病。退下！西蒙王可看清楚了，我们圣上近日偶然得知，西蒙王后楚乔乃圣上遗失多年的亲生女儿，特派在下前来传旨：一是封赏公主，要公主早日前往真皇城与圣上骨肉团聚；二是因为西蒙偏僻落后。公主既为金枝玉叶，便金尊玉贵。陛下下旨赐予公主大庸军队1队，已在西蒙关外驻守。只等公主接了正式册封的圣旨，便可将军队带回西蒙，以护佑公主安危。这道密旨是雍皇帝亲下的。圣上近日龙体欠安，由13皇子监国理政。密旨上既有圣印，便是代表了圣意。西蒙王何必多此一问？出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
楚大人现在是大庸的公主了。什么？王十二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刚刚大庸派来使臣，说你是皇室血脉，要册封你为公主。使节有所不知，西蒙城昨日发生了意外，王后现下正在城内救助百姓，不如请使节在这里稍作歇息，等王后回来再从长计议。我受13皇子之命，密旨送达之后，便要即刻返回，不敢有误，就不多叨扰了。这西魔王，即使两国交战，也不斩来使。大人，别慌。我们王上呢，只是想让您休息休息。来人！西魔王，我是大庸的使节，你竟如此无礼！带下去。你们干什么？西魔王，我是大庸的使节，你们放手，放开我！我是大庸的使节呀！你放开我！我是大庸的使节，放开我！你们这些无礼之徒，放开我！我是大庸的使臣，放开我！我就说吧，咱们快来半个月了，一丁点肉没看见，成天就吃那个刺青康面，把老子都快吃成刺青康面了。可不，咱们也是够倒霉的，跟了7殿下，咱们援军遍堂也是立了大功的，来这破地方。是啊，倒是那个没用的13皇子，被圣上捧着当个宝。你就看吧，咱们大庸这些年的军功，不都是殿下从马背上打来的？你们给我闭嘴！让殿下听到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够受军法？追！追！白捡了一只羊，今天晚上又能开火了。羊，放手！我们的羊，我们的羊，放手！这样的羊，大胆庸人，竟敢闯入燕北的地界！哎，你脑袋挺大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过界了吗？好好看看。你们虽然没过线，但羊在燕北的地界，那就是我们的羊。凭什么？这是从我们大庸地界跑过去的羊，就是属于我们的。这羊是他自己跑到燕北的，在谁的地界上就是谁的羊。对，大庸士兵擅闯燕北地界，去通知将军。将军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去通知殿下。对，我们去通知殿下，通知殿下。原来是你这个贼！贼？你偷我的驴，你的士兵偷燕北的羊，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驴子的钱我已经寄给你了，我在信上说驴子我买下了，你没收到信吗？不问自取变为偷，你要买，你问过我吗？明明就是心术不正，道貌岸然。那驴我不卖，今日遇到了正好，你赶紧把那驴钱粮还我。驴留在正皇城了。我的驴到底在哪儿？该不会是已经被你吃了吧？绝对没有，真的在正皇城，活得好好的呢。他要是死了，我就杀了你！把刀放下。我们殿下说的都是真的。是啊，我们可是对你的驴锦衣玉食，专人伺候。咱们殿下还给他准备了一位俊朗的夫君呢。没错，还生了2头小驴崽呢。你放心，等我回大庸就把驴给你送回来。不过肯定要劳烦你多等几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这头羊就给我当利息吧。把羊抬走。是。回去吃烤全羊。走。哎，等会儿，还将军还没吃呢。
关将军，将军，这是给您的。哎，等等。今天白日里那个庸人将军，我听他们叫他7殿下。是啊，他是大庸的七皇子赵彻，之前一直率军跟咱们燕北打仗来着。怎么，您和他有过节？是，有好深的过节。我看他白日里对您挺好的，这不羊都给咱们了。那是他理亏。哎，还有我呢！还在担心白日里的事？我知道你将那个来使关起来，是担心他说的话会传出去。但我们就这么关着他，也不是个办法。这段日子，我让岳十一去调查了这个五面神会。这个教派是从大庸传过来的，3个月前从真皇城开始兴起。最早纯公主是他们的信徒，现在连13皇子赵阳也在其中了。赵纯和赵阳，不管是无面神会还是今日这道圣旨，都是他们想要离间你和西蒙百姓的计策。西蒙此前是片无主之地，如今我们在这里开辟了新的天下，百姓耕种适合年丰，再加这乌金矿，不仅燕神想来分一杯羹，大庸也一定早就虎视眈眈。如果这样，他们早就盯上了我，那你的身份只怕会更危险。从我被选中作为青山院继承人的那一刻起，我的身份就一直很危险。家中旁系兄弟虎视眈眈，朝堂上伴君如伴虎，对比之下，如今已经是我最好的处境了。从我还是金小六的时候，被你从人猎场救下，到现在能这样和你在一起，也是我最好的处境。听说了吗？西蒙王后啊，根本就不是大庸的头女，而是雍皇帝的亲生女儿。史上写的什么呀？写的是她的身世，说她是雍皇帝故意养在探子当中的，嫁给咱们西蒙王啊，是为了占领咱们西蒙。公子，楚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楚大人册封大庸公主的消息还是传出去了，现在外面的百姓人手一张，认识字的都争相传阅，不认识字的都道听途说。他们人人都说楚大人就是大庸公主，是雍皇帝派来西蒙的细作。还有什么？都说完。现在外面的百姓都群情激愤，都聚集在士奴墙前，说西蒙王和王后释放奴隶是一场骗局，要推倒士奴墙。就是大庸和西蒙王后唱双簧骗咱们的百姓，把咱们当傻子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看就是马车也不会给咱们做工的贡献了，还不如混饭吃的奴隶。咱们就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给他们颜色看看。别去，他们现在已经被谣言所迷惑，无论我们说什么，他们都不会相信。这面墙等同于你建立起来的丰碑，意义重大，不能就这么被推倒。看，是西蒙王和西蒙王后。什么西蒙王后？她是大庸的公主。骗子！骗子！骗子！这就是骗子！楚大人，王上，贺萧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诸葛公子意识到西蒙会有异动，便让岳十一送信给我。我收到信后，立刻就带上秀丽军日夜兼程赶来，不料还是来晚了。殿堂现在怎么样？一切可安好？方苗苗和林木他们都怎么样了？殿堂一切安好，大人尽可放心。孙将军，还有柳阁老，
还期待着我带您回去呢。西门关传来消息，那大庸的使节所言不假，大庸确实派遣了一支军队驻守在了西门关外，号称是你的军队，要求守关士兵放行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，他们会以各种办法逼我们妥协。7日前，大庸就已经下令，将洛河和双峰河这2条河道封锁。这2条河道，可是我们前往便塘的必经之路。没错，我们的马匹和动物皮毛，若想经过便塘售卖，就必经这2条水路。看样子，大庸封您做公主是假，借您的名义接管西盟才是真。公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您以前掌事青山院的时候秘密买下来的山庄还有宅院。除了几处执行任务时做了据点，剩余的都是空置的，也没人知道。我把这些宅院和地契所在的位置都写在了上面。你带着这个，跟楚大人远走高飞吧。11。这是青山院的叠座符牌，上面刻着我进入青山院的日子。等我死之后，背面也会刻上我死的日期。11从进入青山院那日起就明白青山院的规矩，也知道自己这条命早已给了青山院，自己做不了主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祖父买回来的。你的父母早已经不在了，对吧？是。11自从出生就是奴隶，若不是进了青山院，恐怕早就死了。11说这些是想告诉公子，青山院的每个兄弟都是走投无路才来到青山院的。每个人也都知道青山院的规矩。倘若有一天，他们因为公子受到了牵累，那不是公子造成的，凶手是大庸，是创立青山院、控制青山院的每一任皇帝。11知道，公子一直都在尽力做一个完美的人，但其实公子大可不必那么辛苦，也可以为自己活一次。你是来安慰我的？我就是来给你送衣裳的。西蒙冬日漫长，虽然现下的便塘已经是春风和煦了，但这里山间的积雪都还未化尽。星儿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去过另一种人生。另一种人生。是。我不做大庸的诸葛将军了，也不做这个西蒙王，你也不是便塘的秀丽将军、秀丽太后。我们就做一对平凡的爱侣，游山逛水，平平淡淡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去便塘赏花看灯；到了黄梅时节，我们就找一处山川水泽，煮酒烹肉；待到天寒之时，我们就去极北看雪山。若是有一日我们累了不想游逛了，那就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住下来。我们开茶肆，开客栈，躬耕乐道，过自由肆意的日子。你说的这样的生活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那就从现在起，好好想一想。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怎么样？说动了吗？看样子应该
差不多十有八九说动了吧？啰嗦，那你还不赶紧回去？回去干嘛？替你家公子收拾行李啊！我也要去替楚大人准备准备了。哎，我也去。你知道今日，贺萧跟我说，与其在这里和大庸苦苦僵持，为何不和他一起回到便堂？便堂也可以成为我的家乡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就是青山院的奴隶，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姓甚名谁，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。便堂也好，大庸燕北也罢，其实都与我无关。我同燕巡回到燕北，再从便堂来到西蒙，都是因为我相信，这个世上应该有一处地方，是不把人分为3、6、9等，是有公道可言。这样的地方，才应该是我的家乡。我们就做一对平凡的爱人，游山逛水，平平淡淡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去便堂赏花看灯；到了黄梅时节，我们就找一处山川水泽，煮酒烹肉；待到天寒之时，我们就去极北看雪山。若是有一日我们累了，不想游逛了，那就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住下来。我们开茶肆，开客栈，躬耕乐道，过自由肆意的日子。公子，这2件白狐狸氅带着，要是去了极北还能御寒。这对象牙梳子也要带着，公子可以给楚大人梳头发。况且这象牙值钱，万一以后落魄了，还能当几个银钱度日。啊，别！哎呀，公子怎么可能落魄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十一，不用收拾了。啊？送进了死人堆，乱葬岗中。我逃出真皇城的那日，便下定决心，这普天之下，应当有一处地方，无论是什么人，无论是什么出身，都不应该被视为蝼蚁，视为微尘，都应该有公道可言。这样的地方，才应该是我的家乡，是我的信仰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来到了西蒙，想要和你们王上一起改变这里，守护这里。如今，大庸的军队已在西蒙关陈兵数日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容不下西蒙的兴盛与自主。将士们，你们若是愿意信任我，就在明日和我一起赶赴西蒙关，对抗大庸军队，守护这个地方，守卫这片自由。楚大人，秀丽军永远追随您。皇后，我们永远追随你。永远追随你，永远追随你，永远追随你，永远追随你。公子，咱们这下是不是真走不了了？走不了了。王后不走，王上也走不了。袁十一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为什么楚大人不肯和公子离开，宁愿过着出生入死、朝不保夕的日子？你说，哪有人有悠闲安逸的日子不过，非要……别想了，想你也想不明白。这是定胜糕，你怎么会做这个？我怎么不会啊？我小时候也是在真皇城长大的。
哎，明路，你这个味道，和我在18坊吃的那家一模一样。你是不是也吃过这？哎，明路，哎，你别跟着我啊，就那一块儿，剩下的是我要留给明天出征的将士们的。我们的人分为6队，分别从这3处进入黑河山谷。我已经让人打探清楚，这里有几处洼地可以用于藏兵，到时可以让他们措手不及。启禀皇上，我们的人刚刚传来消息，说黑河山矿口正在集结大量西蒙士兵。哪里来的兵？那些兵我们也没有见过，可是看他们的调动，似乎在调离矿口，向西蒙城的方向进发。下去吧。诺。诸葛亮已经识破了我，眼下忽而调兵回去，着实奇怪。王上，程将军，我们留在西蒙城的探子刚刚送来消息，说是大庸已经陈兵西蒙边境多日，西蒙王将驻守在西蒙边戍的西蒙兵调回去，随着西蒙王后南下至西蒙关，抵抗大庸军队。大庸发兵西蒙关，你说的消息可准确？消息千真万确，西蒙王后已经带着西蒙军向着西蒙关方向去了。大庸那边派来督战的是诸葛穆青，他带了雍皇帝的圣旨，要招安西蒙王和西蒙王后。皇上，不止我们想要西蒙的无金矿，看来大庸也已经坐不住了，倒不如我们趁乱出兵，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传令下去，即刻出发。诺。传令下去，调转方向，我们去西蒙关。皇上，庸军在西蒙城外有数万人，我们只有不到2000黑鹰军，若全部去支援西蒙军，那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。我们自龙云关一战后，为笼络各部落首领，早就1年减免2次征兵。现在除了石岩将军麾下的燕北军部队，我们只剩不到2000名黑鹰军。若现在调兵，这无异于……何莲，皇上，你可愿替姑做一件事？皇上请讲。姑接下来说的话，你要牢牢记住。红川部徒部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红川部有1万精骑，是徒部养的私兵。虽然徒部已经死了，但这些人应该还在，由他的兄弟哈奇管理。帕勒部善造甲，帕勒长老养有3000弓弩手和2000铁骑兵，也是私兵。还有白川部，也有私兵3000，蓝川部也有3000，这些人马加起来都有2万余人。我要你以孤王妃的身份，去把这些人借出来。皇上的意思是？借，其实就是要。这些各部首领各怀心思，自我父亲死后，一直在扩张自己的势力，就怕有朝一日，燕家不行了，连累了他们。孤为了燕北的安定，明面上一直装傻，但其实早已查清他们的家底。所以王上要臣妾以侧王妃的身份向他们开口，一来可以维持表面的稳定，二来也可以震慑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心思并不是无人知晓，好让他们将这些兵马交出来为王上所用。程远，你带着阿金护送王妃快马加鞭回燕都请兵，取到人马，便留在燕北，替孤镇守燕都。程远遵命。殿下，你看，这是黑毛驴，燕北特有的驴子。另外，那边还有关中驴、河西驴、花毛驴，那边还有净州驴。你看看，你喜欢哪头？我怎么感觉都不太对呀？不能吧？这天下的驴子也就这么几种，殿下就挑一头品相最好的给送去，一准行。这真皇城山高路远，再把那头驴子给送来，2个月有余的时间不说，关键是殿下
千里送一头驴子来便说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着实荒唐了些。那就他吧。是。上，上！黄将军，我没食言吧？你敢骗我？我没骗你啊，这就是你那头驴。你看，这头驴完好无损，虎背熊腰，黑黑胖胖的。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那头驴。这就是你的驴啊！我堂堂大庸的皇子，骗你头驴做什么呀？你这驴的确是燕北的黑驴，但我的那头是燕北的黑驴和河西驴杂交的，因此毛色看着黑，但腹下却是发灰的。还有这鬃毛也不对，可能是水土不服，毛发和样貌都变了。公驴也能变母驴？公驴？好了好了，是本王的错。桓将军有所不知，我军营中有好几头驴，可能是我眼拙认错了驴，错将这头母驴牵了过来。不过这也是上好的黑毛驴。桓将军如果不介意，就将这头母驴抵了你那头公驴如何？我不要你的这头蠢驴，我就要我的那头公驴。桓将军，这不都是驴吗？有什么差别啊？走。他们跑不远，给我仔细搜。是，你们去那边。是，走。你腿受伤了。前面有条小路，我们速速离开。走。你们这些逆贼！你不要命了？你以为你能救他们？这一路上大庸的守卫都被换了，都是为了来杀你的。冷静点儿，这些事我都遇到过，听我一句劝，你现在去就是陪他们一起死。都给我杀了！一个大男人，比最有乐的小娘们还能横横。你是不是被什么人记得，才遭人暗算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曾被人这么清算过，虽然我的手下没死，但我也丢了半条命。你遇到我的时候，正是我连燕北都回不去的时候。那你一定和我一样，
并不习惯帝王之家的规则，但是却又不得不身在其中。你既然总结得这么到位，就应该释然才对。我年少时母妃早逝，我一直随军在外厮杀，我一直单纯的以为，只要我立下战功，守护大雍，父皇就能赏识我，喜爱我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我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他的不信任和忌惮。他更喜欢我的13弟，即便13弟性格暴戾，嗜杀无度，父皇依然疼爱他。今日之事是你那个13弟所为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回去一定要查清楚。怎么查？我有批老部下，驻扎在50里外的沿线，我一会儿就去跟他们会合。50里外？你拖着伤腿怎么去？缓将军，这个给你吃。我先睡了。明日出发，快去快回。胡说八道！这是他们送来的。是。这是什么？这文书上说，我是雍皇帝和一个女奴隶所生下的。当初那个女奴隶怀有身孕，害怕被杀，所以连夜逃出了金圣宫，被金家所救。这张纸，就是那个女奴的奴籍。这些婴孩的旧物，说就是我小时候留在金家的。这不过就是一些寻常的旧物，怎么证明是你的？还有这奴籍，随便哪里不是？他们为了得到西蒙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传我的令，所有关内的将士严阵以待，日夜换防，以防大雍军队趁虚而入。是。来者何人？大雍使者求见。启禀王后，城外有一对大雍使节求见，说是要送些礼物给公主。不见。西蒙没有大雍公主。传令下去，只要是大雍来的使团和军队，一律不得入关。是。大雍使团速速离去，不得入关。启禀王后，王后的命令已经传达，那大雍使团走了，可是他们留了一些东西在关外。什么东西？只是几车粮食蔬果。用粮食蔬果送公主，他们是在羞辱我们吗？是粮食，快来，快来，快！启禀王后，百姓已经连续2日拿走使团送来的粮食了。今日他们又送来了第3批，使者还是那套说辞。报！大雍军攻击兵马10000余人，铁骑超过800余骑，于城外50里处驻扎，并筑起高台料阵。报！王后，大雍军押解着一群西蒙百姓在城外求见。你什么人？胆敢擅闯王宫！交给西蒙王，告诉他，王后出事了。
外匪寇横行。昨日抓获一批劫掠公主礼车的山匪，今日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斩！今日这是第一批，以后每日都会送来一批匪寇，直到公主亲自出关迎接大勇赵峰。告诉殿下一个好消息，赵彻现在已经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的罪名。燕明官今早传来消息，说他的亲信在军中被就地正法，只有他一人侥幸跑了，现在生死不明。生死不明？他怎么没死呢？殿下放心，生死不明就是死了。他一个皇子，勾结燕北，又戴罪潜逃。在父皇眼里，已经跟死人没什么差别了。仔细画。纯儿公主的锁骨最是妩媚动人，还有这条项链，跟她也是绝配。你要帮我把她的神韵画出来。诺。参见殿下。何事？臣得到消息，楚乔独自一人带着部分秀丽军还有西蒙兵抵达西蒙关，一切正在按殿下的计划进行。多谢木禾大人相助。若没有木禾大人告知我们诸葛亮就是西蒙王的话，那诸葛穆青能那么轻易听我们的话吗？这都是臣应该做的。哎，大人请放心，等我继位那日，就让木禾家接替诸葛穆青的青山院，给你的胞弟木禾西风报仇。谢殿下。来，接着画美人。